各位网络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医师。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就在你下一次出门散步时，决定你下半辈子的命运。这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血管正在对你发出最后的通牒。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每天还能下楼走2圈，去菜市场买个菜，身体就算很硬朗了？尤其是看到体检单上没什么红字，血压血糖都还凑合，就觉得心肌梗塞、脑中风、血栓这些要命的词，离自己还远得很。在中医的观点里，人的老化是从腿部开始的，所谓的人老腿先老，其实指的就是气血运行到四肢末梢的能力下降了。当你的气血没办法濡养下肢，经络发生阻塞，那些致命的病症就会悄悄找上门。我先讲一个发生在台湾社区里的真实案例。住在台北信义区的林先生，今年65岁，退休生活排得满满当当，每天清晨都在大安森林公园跟朋友散步，打太极拳，说话声音洪亮，气色红润得不得了。谁都没料到，前阵子才刚吃完午饭，他在客厅看电视呢，半边身子突然就不听使唤了，嘴角歪斜，话也说不清楚，家人吓得赶紧送急诊，结果竟然是大面积脑中风。大家私下里都嘀咕，早上还看他生龙活虎的，怎么说倒下就倒下了。其实这世界上很多的突然都不是真的突然，就像冰山飘在海面上，你看到的只是一小角，真正的危险早就藏在水面之下了。血栓这个藏在血管里的沉默杀手，他不会敲锣打鼓的告诉你他来了，他只会通过一些极其微妙，甚至会被你误认为是老了累了的现象，悄悄试探你的生存底线。而最能识破这个杀手的时刻，竟然就是你每天最熟悉的活动，也就是散步。你的双腿其实就是全身最灵敏的血栓报警器。当你走路时，你的姿态、双腿的感受、走完路后的反应，就像一台最精准的血管扫描仪，时刻都在报告着你血管的真实状况。接下来的内容关系到每一位朋友的性命安危，请务必仔细听完。散步时第一个要留意的求救信号，就是散步后单侧小腿总是胖了一圈。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明明今天没走多远，路线跟平常一样，可一回到家脱下鞋袜，发现一只脚的脚踝或小腿末名其妙鼓了起来，用手指一按，还会留下一个明显的小坑，半天弹不回来，摸上去感觉胀胀的、沉沉的，甚至有点说不出的酸痛。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今天走累了，水肿了而已，泡泡脚，躺下歇歇就好了。如果你也这么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一位家住台中的刘女士，她有高血压病史，但控制的还行。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每天傍晚雷打不动去公园走40分钟。可最近1个月，他发现自己的左脚踝总是在走完路后肿得像个馒头，连鞋都感觉紧了。他心想，肯定是年纪大了，腿脚功能退化了，没当回事。直到有一次，他不仅脚肿，小腿肚还传来一阵阵针扎式的疼，这才被儿女送去医院。结果血管超音波一做，发现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左腿静脉已经堵了一大半，幸亏去得早。要是血栓脱落跑到肺里，那就是要命的肺栓塞了。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呢？从中医角度看，这是气滞血瘀导致的水湿停聚，所谓血不利则为水。而从现代医学来看，特别好理解。大家可以把我们腿部的静脉血管想象成一条条负责把血液抽回心脏的单行道。当这条路上形成了一个叫做血栓的障碍物时，血液回家的路就被堵死了。血液回不去，只能被迫在原地淤积，大量的液体就会从血管里渗透到组织里，你的腿自然就肿起来了。而在我们散步的时候，心跳加快，血液循环也随之加速，这就好比是给这条本就堵塞的单行道增加了更多的车流，结果拥堵就变得更加严重，肿胀自然也就来得更快更明显。这种血栓肿跟普通的劳累肿有几个关键区别。
首先是单侧性，血栓肿胀通常只发生在一只腿上，很少两只腿同时出现一模一样的肿胀。如果你发现总是一只脚或一条腿肿，另一条腿却没事，警惕性就要立刻拉满。其次是伴有明显的胀痛感，不仅仅是肿，还会感觉皮肤紧绷，内部有酸痛，甚至按压小腿肚时有明显的疼痛。再来是皮肤颜色的改变，肿胀的腿部皮肤可能会呈现出不正常的微红色或者暗紫色，皮温也可能比另一边要高一点。最后是休息后缓解不明显，普通的劳累性水肿，抬高腿休息一晚，第二天基本就消了。但血栓引起的肿胀，可能第二天早上也无法完全恢复。如果您在散步后反复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请务必收起您的无所谓，别再自我安慰是走多了或者肾脏不好，这极有可能是您的下肢血管在发出最直接的求救信号。第二个信号非常具有迷惑性，很多人都会把它和体力下降混为一谈，那就是走路像灌了铅，没几步就得歇一歇。在医学上，我们称之为间歇性跛行。65岁的梁先生退休前是公营企业的业务骨干，身体一直很棒，散步是他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可就在半年前，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才从家门口走到社区公园。不过短短几百公尺的距离，他就觉得双腿开，始发晨发酸，使不上劲，像是被灌满了铅，每抬一步都特别费劲，非得停下来歇个1-2分钟才能继续走。他起初也觉得是人老了，体力不行了，加上夏天天气热，走快了就累也正常。可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腿沉，还伴随着心跳加快，气短胸闷。这下他才感觉不对劲，这不是累，这是一种病态的疲劳。去医院一查，结果同样是下肢静脉血栓正在形成。我们的腿部肌肉就像一台发动机，运动时需要大量的血液来供应氧气和能量。健康的血管就像一条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能源源不断地把血液送达。可一旦血管里有了血栓这个路障，高速公路就变成了拥堵的乡村小道。当你开始散步时，腿部肌肉大喊着我需要更多血液，可血管却因为堵塞供货严重不足，肌肉缺血缺氧，自然就会向你发出抗议。从中医来看，这叫气虚血滞，气不够用了，推不动血，所以双腿沉重如铅。酸沉麻痛其实是在逼着你停下来。当你停下休息时，肌肉对血液的需求量减少了，这点可怜的供货勉强够用，症状也就暂时缓解了。这种走走停停的沉重感和普通的疲劳有本质区别，请大家务必警惕它是否规律性出现。你可能每次走到大约同样的距离，几百公尺或几十公尺就会出现症状，而且最大的特点就是只要停下来休息片刻，不适感就会明显减轻或消失，让你能继续往前走一段。严重时除了腿沉，还可能伴有气短、心慌、乏力等全身性的不适。所以请不要再简单的把这种走不动路归咎于老了不中用了，这很可能是您静脉循环系统发出的严重警报，是深静脉血栓的典型早期征兆。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史或者长期吸烟的朋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刻都不要耽误。接下来要说的第3个信号，是所有信号中最凶险、最致命的一个。如果您在散步时遇到，必须立刻马上寻求帮助，那就是走路时突然胸闷、气喘、冒冷汗。很多人一听胸闷喘不上气，第一反应就是心脏病犯了，或者年纪大了心肺功能差。但有时候真相远比这更可怕，元凶可能根本不在心脏，而在您的肺里。这不是普通的心脏病，可能是要命的。肺栓塞，肺栓塞被称为血栓性疾病中的头号杀手，因为它发病快，死亡率高，而且极其善于伪装。它的根源往往不在肺部，而是在我们下肢的深静脉。当腿部的血栓不稳定，一旦脱落，它就会像一颗子弹，顺着血液循环这条高速公路一路向上，经过心脏，
最后死死地卡在通往肺部的动脉里。肺是负责我们气体交换的器官，一旦被堵住，身体就会瞬间缺氧，从而引发一系列致命的反应。请大家务必记住，肺栓塞在散步时的典型表现，首先是与活动量不匹配的呼吸困难，只是走了几步平路或者上了一个缓坡，就出现了严重的胸闷压迫感，感觉空气吸不进去，呼吸急促。其次是不明原因的惊慌和出冷汗，在胸闷的同时会伴有心跳急剧加快，甚至是一种濒死感的恐惧，并大量冒出冷汗。再者可能伴有头晕恶心，由于大脑严重缺氧，可能会出现头晕眼花、站立不稳甚至想吐的感觉。还有嘴唇、指甲颜色发紫，这是身体缺氧的典型体征。哪些人需要特别警惕呢？那些需要长期久坐，比如长时间打牌、打麻将、开长途车，或者长期卧床，刚刚做完大手术，尤其是骨科手术，或者刚经历过长途飞行旅行的人，是肺栓塞的高危人群。因为长时间不动，血液容易在下肢淤滞，形成血栓，所以如果在散步、爬楼梯时反复出现上述症状，千万不要再用累了、老了来解释，这可能是身体在为你拉响最高级别的警报。请立即停止活动，寻求身边人的帮助，并毫不犹豫地拨打119急救电话。时间就是生命，一刻都不能耽误。第四个信号同样具有迷惑性，常常被误认为是老寒腿或者体虚，那就是走路时脚掌越来越凉。很多人只要感觉脚凉，就习惯性的认为是肾虚血虚，或者怪自己穿少了，于是泡脚、贴膏药、穿更厚的袜子，18般武艺全用上。但你知道吗？如果你穿的并不少，天气也一点不冷，可偏偏一出门散步，脚就变得冰凉刺骨，甚至有点发麻发木，那可能不是普通的寒，而是你下肢的动脉血管被堵住了。我们来看看70岁汤先生的案例。汤先生特别注重养生，坚信生命在于运动，每天早晚都坚持散步，希望能活络筋骨，促进血液循环。可最近他发现一个怪事，一走路脚就变得像冰块一样凉，有时候那种凉意甚至能穿透2层厚袜子直往骨头里钻。他以为是多年的老寒腿又犯了，各种活血化瘀的药膏贴了个遍，可一点用都没有。没过几天，他的脚不光是凉，还开始发麻，颜色也变得苍白，走几步路就感觉那只脚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失去了知觉。这下他才慌了，赶紧让儿子带他去医院，动脉超音波一查，结果让汤先生倒吸一口凉气。右脚脚踝的动脉血管已经狭窄了超过 75%， 正处于血栓形成的临界状态。动脉血栓和我们前面说的静脉血栓表现是完全相反的。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动脉是负责把从心脏出来满载氧气和热量的暖气血送到我们四肢末端的供暖管道，静脉是负责把四肢使用过的废水血收回来的下水管道。所以静脉堵了是下水不通，表现为肿胀沉重，而动脉堵了是暖气停工，表现就是冷麻白。当你开始散步时，腿脚的肌肉需要加倍的暖气血来工作，可动脉这条供暖管道已经因为狭窄或血栓而严重受阻，暖气送不过去，你的脚自然就越走越凉，越走越麻。请大家立刻检查自己是否有以下情况，比如脚部持续冰凉，明明穿得很暖和，手是热的，身体也不冷，但脚却总是冰凉的，或者是越走越凉，散步时脚部温度不升反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反而觉得能缓过来一点。还有2只脚温差明显，一只脚是正常的温度，另一只脚却明显发凉，或者发凉的脚颜色看起来更苍白，甚至出现斑块，感觉麻木，像穿着一双袜子一样隔着东西。长期供血不足还会导致腿上的毛发脱落，皮肤变得又薄又亮。如果你有类似情况，千万不能再拖延了，不要总想着泡脚能解决问题，那只是治标不治本。真正能看清问题的是去医院做个下肢动脉超音波。
看看您的供暖管道是不是真的快要堵死了。血管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医讲究未病先防，早一天发现，早一天干预，就能避免走到截肢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血栓相关的疾病，如心肌梗塞、脑中风、肺栓塞，每年夺走上千万人的生命，而这其中绝大多数的悲剧，本可以提前通过散步时的细节发现并避免。血栓的形成是一个慢慢堵塞的过程，这份信号就藏在大家每天散步的脚步里。最后陈医师帮大家快速总结一下，方便大家自查。散步时4个血栓求救信号：第一，肿胀信号，散步后单侧小腿不明原因肿胀，按压有坑；第二，沉重信号，走不远就腿沉如铅，必须停下休息；第三，气喘信号，轻微活动就胸闷大汗，心慌不已；第四，冰凉信号，穿着暖和脚却越走越凉，甚至发麻变色。主动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对自己生命最积极、最智慧的管理。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双健康的腿，走出一条长寿的路。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能为您和家人的健康带来帮助，请记得按赞。最重要的是，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身边的老同学、老邻居，特别是那些每天有散步习惯的长辈们。让我们一起把健康的智慧传播出去，守护更多家庭。我是陈医师，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